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验证好，大家好。还有淡纳财经系教授聂简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美伊双方的停火现在已经破局了吗？来看到了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短了啊？伊朗的军方又发布声明了，说什么呢？说他们击落了一艘敌方的先进战机。来看到这是9日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称呢，他们击落了敌方所有先进战斗机中的至少一架，但是报告中没有说明呢是在何时何地击落他们所谓的先进战机，也没有说这个敌方呢到底是以色列还是美国。好，除了这个先进战机之外呢，他们也声称他们击落了无人机。好，这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声称在法尔斯省的拉尔市上空呢，击落了一架赫尔墨斯900无人机，这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无人机。对于现在呢战情伊朗国家电视台也说了，美国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现在双方都各说各话。我们来看到伊朗怎么说，他说敌人在对伊朗发动了这一场非正义、非法而且罪恶的战争中呢，遭受到了无可否认历史性而且毁灭性的失败。这并不意味着战事结束，只有伊朗10点计划得到认可，而且相关细节在谈判最终敲定，伊朗才同意要结束战事。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根本就没有要停止战火的意思啦。好，那现在这个伊朗所谓的10点方案到底是怎么样呢？川普出来驳斥了，说这个10点方案跟白宫的谈判框架的版本根本不一样，而且川普也严厉批评了这个是报道不实。他说他不会同意怎么样伊朗去进行铀浓缩，而且也说呢，美国会跟伊朗合作，把去年美军 B2 轰炸机空袭过后深埋地底的浓缩铀全部挖出来，并且移除。好，那现在双方的各说各话，已经是分歧越来越大了。那伊斯兰的革命卫队怎么样？他说好你如果不接受这10点方案的话，我们就没有停火协议，而且呢，我们的手指就扣在扳机上。伊朗的最高领袖不会在这个停火协议上面去签字的。而且伊朗的外长也说了，说呢，美国必须要在停火和透过以色列继续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好，那川普被被伊朗这样子的呛虾，当然也要回击啦。来看到川普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所有的美国军舰还有飞机还有军事人员、装备等等的，通通都不要撤，留在伊朗的周边，直到真正的协议得到了全面的履行才会要撤离。所以呢，你不是只有唯一要战的我们也是有准备好的。而且现在美国的战争部长也说，他们要彻底的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要使德黑兰祈求停火。而且他说，伊朗现在5G 工厂已经化为废墟了，军队未来数年会失去作战能力，最高领袖也已经受伤毁容了，被迫祈求停火的。好，但是川普跟赫格塞斯这样子说，但是你美国真的是一点损失都没有吗？我们来看到了，现在战斧的导弹消耗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美军就研拟在2027年的预算呢，要包括8亿美元去采购494枚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这明显就是高于去年的采购规模了嘛。那么此次美国海军还申请的武器采购总额超过220亿美元呢，都是要较上一年增加了1倍之多耶。好，所以呢，我们的战斧飞弹消耗量这么大，好，我们还是要继续打仗吗？不过伊朗的态度也很明显，他就是要这10点的方案，一条都不能退那这样真的有停火的可能吗？请教赖教授。现在是美国跟伊朗双方还是不停的在撂狠话都说对方在祈求跟我们来谈判，我们都赢了，我们大胜，我们赢定了，对方都跪着要跟我们来谈。然后他说这个谈判随时可以破裂，然后我们就继续再开打。美国是如此，伊朗也是如此。伊朗的革命卫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会让步，一定给你打到底，我们的手扣在扳机上。美国也说川普也说，我的部队都在你周边，随时可以对你发动史无前例的、最猛烈的、摧毁性的、毁灭性的这个攻击。双方狠话说尽，但是代表团继续在前行。
也就是说，伊朗的代表团啊，继续在整装，已经出发了，不是待发，已经往这个德黑兰来运动了。美国的代表团也组成了，没有犯失啊，也往这个德黑兰来运动。那也就是说，在双方的代表团还没有对面来谈判之前，双方把狠话说尽，但是继续要谈。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观众朋友还不用焦虑到极点啊，说谈判可能就随时破裂了。双方代表团走了一半以后，飞机又折返，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战争又开打，不会。4月10号绝对会谈，但是能不能谈出结果不知道。我想这个是大概比较客观的写实哦。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要问的是，伊朗已经指控美国3点违反协议，我们要问的是，美国有没有违反协议？因为它的3点协议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你美国的无人机到了我的伊朗的领空，这已经被打下来了，所以这个有证据证明啊，就是美国的无人机有进入伊朗的领空，但是伊朗没有说是在哪一个部位、哪一个地方，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说明，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也是事实，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悲剧，也就是以色列猛烈的轰炸这个黎巴嫩的南部，造成了100多人死亡，而且好多的民宅、好多的地方都被炸毁，而且这次的轰炸是非常非常惨烈的。伊朗说你们是违反了协议。第三个就是谈到浓缩铀的问题，因为川普一直在谈浓缩铀，伊朗说我们没有跟你谈浓缩铀啊，你怎么一直在跟我谈浓缩铀呢？更何况如果你要讲浓缩铀，那你川普不是说已经都被炸毁、埋葬在地底下了吗？那炸毁、埋葬在地底下，那你跟我谈浓缩铀，又说要派特遣部队，又说要派特种人员，然后进入我的碉堡去把我的坑洞里面去把这个能挖出来，你这个有矛盾嘛？那应该讲浓缩铀，应该讲是未来式嘛，而不是现在式，也不是过去式，应该是我未来伊朗所要提炼的浓缩铀。那我现在没有浓缩铀了，因为你不是说已经都被你摧毁，从去年6月就被你摧毁了吗？已经没有了。可是问题是在于，伊朗的10点协议里面提到，他说浓缩铀，伊朗有这个权利。对，所以是在这个10点中来谈。那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了，那也就是到底美国有没有违反协议？好，这个违反协议的第2点里面就谈到打黎巴嫩的问题。可是巴基斯坦已经公布了，而且伊朗也转载了巴基斯坦这边所公布出来的彼此之间的通讯记录。这个通讯记录里面就谈到说，这个10点的和谈那么它的条件就是美国、以色列要停止对于伊朗以及对于黎巴嫩这2个国家以及其他的地区。你看，伊朗有直接点名了，直接提名；黎巴嫩有直接讲到国名，那以及其他的地方，其他地方就没有直接点名了嘛，包括加沙的哈马斯，或是包括也门的胡塞组织，这个是有争议的，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有直接讲明白的，就是不能够对黎巴嫩进行攻击，而且这是以色列跟美国必须要做到的事。这个部分里面是谁知道呢？第一个，美国的总统排第1位，他知道；第2个，范斯；第3个，卢比奥；第4个，中东的特使。他们都知道，也接到通知，而且他们也都同意，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停火协议。这个公文、这个电文被公布出来，所以你美国无可狡辩，没有办法狡辩。那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什么？相当有可能的是这样子，也就是伊朗跟这个巴基斯坦还有以色列，他们都没有说谎。以色列有承诺他不打这个伊朗，但是以色列没有承诺他不打这个黎巴嫩，因为以色列跟巴基斯坦跟以色列跟伊朗是没有谈判的，对，也就这次谈判是把以色列摒除在外的，所以只有美国跟伊朗跟巴基斯坦的谈判。那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吧？以色列事实上是被美国摒除在外，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由以色列跟美国直接谈，而川普一定是搞2面人，一方面跟你讲说不打。2方面跟以色列讲说，那就随你吧，就你自己去做。那因此以色列也没有说谎，他一定得到川普的默许，
所以他才对于黎巴嫩进行攻击。所以这样子，两面谈判的结果就是双方继续在打，战事没有停止。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们用6个字来形容，是打得起啊，耗不起，也扛不起。今天对川普讲起来，他耗不起，耗不起。第一个政治生命耗不起，因为他有期中选举的压力就摆在那里。那万一的期中选举他过不了关了，他这个总统后面这2年大概日子也玩不下去了，所以他是耗不起。第二个呢，耗不起是军工产能啊，耗不起。这个呢已经是一再证明了，这号称啊军工生产能力最强的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是败相必出。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个伊朗现在是打起来了，他回击，但是他还扛不起，因为他的整个的国家点还扛不起，所以双方都想找楼梯下，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我不认为双方现在都想硬扛，因为呢大家都扛不起来了。那双方找楼梯下，那谁才能够来做主动的发动者呢？美国。所以我们从很多的迹象里面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啊，就是巴基斯坦被要求出来当调人，结果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是巴基斯坦的总理的秘书啊，这个在公布了一个资讯，这个资讯里面竟然写了一个很有趣的字，他说呢，比如说赖清德总统，这个不会吧？你就说举个例子，我今天是代表，我要来写我一定是写总统，那写赖清德总统，那显然这一个信是谁来的？是美国今天进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大胆，这一场仗啊，这一场和谈是美国拿了一个梯子去给巴基斯坦，说拜托，请你帮我把梯子给架好，然后巴基斯坦就借这个机会把梯子给架好。所以美国现在是急着要停这一场仗，那停这场仗里面呢，这有时候呢，一个是大的环境是想停仗，另外一个小的地方啊，令人摇头啊。现在呢，在整个的海外这个新闻圈里面，国外新闻圈里面就盛传，在这个消息之后啊，有一个人在石油的这一个期货买卖里面呢，赚了5000万了，现在推出来是他的儿子巴伦。那么呢，再回想到以前，从整个的这个贸易战呢开始开打，上下要停要不停，停不停，结果股票就上下，有没有？那么他周边的人大家都发现，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内线交易不晓得赚了多少。对，所以一方面要停，这是一个大事；一方面呢，他们借着这个地位啊，借停的过程里面呢，也是捞了不少，他们也是一个事实。真是啊，我们讲到这里是摇头叹息到极点了。那紧接着再来看，那到底会不会停？从大势的角度，他要停。为什么？给各位不要忘记，川普的3月份的中美会谈延到了这一个5月份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战争的关系。各位想一想这个画面，我已经讲过1-2次了。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中国大陆跟伊朗是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呢，美国没有理由的去打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在这个习近平在北京大开城门，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川普。那你说中国还在国际社会还能混呢？这混不下去的。可是呢，今天川普没有借由中国来解决他今天迫在眉睫的国内的问题，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本来想借着战争来让他增加筹码，结果现在变成战争是他的一个压力。在这个的情况下里，他势必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是很麻烦的。那问题是双方在完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所以现在有2派的讲法，一派说那个是假的啦，迟早是要再打的啦；另外一派讲法说甚至会解决。那我呢是比较倾向会颠颠簸簸、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状况下呢，来达到一个协议了。那这个过程
绝对不会是好像好，我们就不打了，那我们就来谈了，不会。这个过程里面会出现很多的波折，但最后要赶快结束，因为你只要去看到那个大趋势，你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因为他要赶快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这很现实的问题摆在这里，所以是会解决的。不过解决的过程里面绝对不会是这个风平浪静的。没错，我们看什么时候解决，或许也可以看一个指数，那就是美股，因为川普最在意的就是自己有没有赚钱。好，我们请教聂老师。OK， 我今天不谈赚钱，我谈一下这个，我把这个地球村形容成一个大型公司，这个老板最大的持股股东就是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那么有一个这个很普通的员工啊，就是他只是一个小员工。当然，员工里面也分两派了哈。这个员工里面有一派呢，可能这个群组较小；另外一个很多的员工其实支持着老板的。结果这个小的这个员工呢，有一天呢做了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结果后来被这个老板呢说 you got fired。结果呢，老板呢不但呢没有 got fired， 这个员工呢不但呢没有认为他被 got fired， 而且呢还跟这个老板吵起架来。这个老板呢越来越大声，他以为他一下就可以让他解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员工呢抓到了这个老板的软肋，而且发觉他很多空板，那么开始呢跟那个老板也呛声，结果老板火大了，找他的所有的这个董事群啊，就是能够跟他一起协力这个来这个压制这个员工的那些持股股东说，你们快帮我去解决这个小子。结果这个小子不但那些这个持股大股东呢没有支持这个老板呢，反而呢冷眼旁观，甚至认为这个老板有问题。现在这个老板真的发生问题了，就是他发生了我们在这个经济学里面讲囚犯两难呐，这个 prisoners 这个 dilemma。他现在怎么办呢？进退维谷，你知道吗？他现在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他攻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消耗战不对称的消耗战越打越升级。美国打到最后，人家说他现在防空的这个防务能力啊，可能再打几天就打光了。你知道那个我们中东因为伊朗的反击啊，对等反击已经让这个整个中东原来以为靠着美国就能够，不管是铁穹金穹就能够完全有防护罩的这个金工罩的，结果全部被打破了。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后勤的这个力量已经越来越差的时候，他的消耗战打不起。第二个，刚讲到其中选举，你知道他在整个员工的里面，原来支持他的这些 MAGA 这一派的人，保守派的这个右派的人。结果呢，也开始觉得川普你在搞什么？你不是要 MAGA 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吗？就少战嘛，保守我们就让自己好，提升自己价值，怎么去老是去惹事？这是我们原来不要的，因此他的这个在台这个国内的民调就越来越低，甚至低到他连他那么喜欢的李维特啊都开始凶了，说你怎么搞到我民调变这么低？还骂这个责备他说你要去做文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叫他攻呢，他也不敢攻啊。为什么呢？奇怪了，对方都不谈哦，你出了点事，人家就不谈，你是不是应该攻？你不敢攻，因为这是不是认输了？可是川普他不愿意认输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很有趣啊，从去年啊，这个6月20号丢出了个GBU 57战的这个专利弹，那时候就有过谈判，他就认为伊朗既然不听我，就打你。他以为他大胜，这一次呢，2月28号，他一样谈到一半，说你还不听我的吗？我就打你。没有想到他提出的4个条件，人家没有遵从，后来又提了6个承诺，又来15点。全部是美国提的，现在反过来了。现在伊朗提10个条件，10个条件你有一个不从，我跟你讲，我就没有办法配合你，我就不谈。他就是违反了3个，刚才我们这个月前讲的3个，其中有一个黎巴嫩打了200多个人死亡。我跟你讲，伊朗根本就不跟你谈了。我跟你讲，这时候啊，你就会发觉这个所谓的不对称的这个问题就变此消彼长啊，变成越来越大。刚刚讲说不是这个，他们的距离不是越来越大，是一直很大，因为他们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起来谈也谈不了的，因为两个人要的就是不一样。现在重点就是川普的囚犯两难，他到底要不要攻？这个人现在越来越痛苦。所以现在呢，黎巴嫩到底有没有纳入这个停火的协议，就是一个重点了。不过我们来看到了，不仅仅是黎巴嫩的问题呀，因为现在伊朗呢还是继续在发动真实承诺4第100轮攻势，去打击哪里？美以目标。好。空天部队呢，对敌方25个战略目标呢，是发动了这个猛烈的攻击，包括了13个与美以相关能源综合体，还有输油管道啊，10个军事安全和后勤目标，以及敌方行军路线上沉重目标，去给予重击基础。所以伊朗呢，持续的在回击，但是啊，我们现在知道。最惨的是哪里呢？最惨的还是黎巴嫩，因为以色列一直不断的去空袭黎巴嫩多地，导致呢超过1000人伤亡，碎片呢是横飞啊，民众
奔跑逃生，寻求掩体。这个画面呢，看了是真的是让人于心不忍。以色列去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包括了建筑物就遭到了碎片横飞啊，冒出火光啊，看到呢到处都是浓烟。好，顾客吃个饭也得要逃避、闪躲、寻找掩体。而且啊，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是什么？是近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空袭。他们出动了50架的战机，短时间内呢去疯狂的轰炸贝鲁特等100个目标，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了1100人受伤。好，对此呢，黎巴嫩的总理也说啊，4月9号呢是全国的哀悼日，悼念在以色列空袭中遇难的平民。而现在呢，真主党也怒了，要来展开反击，宣布呢要向以色列北部去发射火箭。好，他们呢针对以色列北部去进行火箭攻击，作为以色列狂轰黎巴嫩的军事活动的一个回应。而伊拉克里面的民兵武装呢也说啊，我们要对以色列去袭击黎巴嫩予以强烈的回应。他们批评以色列都没有这个重视停火协议，还继续攻击，所以呢，他们为了要回应，要把自己的必须要回应，来为自己的背信背义来付出代价。好，那为什么都已经谈到停火了，为什么还会继续去空袭黎巴嫩呢？现在啊，美媒说什么？说呢，川普反悔了。他说，停火协议里面根本不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刚刚上一节就说到了啊，停火协议里面，巴基斯坦的总统都已经说了，就是有包含黎巴嫩。结果现在川普不认了。好，那其中是谁一直在煽风点火呢？可能就是以色列了。因为我们来看到啊，纳坦雅胡呢，其实啊，他对于这个停火协议呢，可能是事后告知。那他也说了，与伊朗之间的现行停火只是实现既定目标道路上的一次暂停，必要的时候呢，以色列会重启军事行动。甚至我们刚刚说到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啊，美伊在美方威胁对伊朗动武的最后期限前90分钟达成这2周停火协议，而以色列呢是在协议敲定之后最后阶段才获得通知啊，而且不是未咨询啊，所以以色列是感到非常不满的。所以他对黎巴嫩绝对不能放手，要继续紧咬，继续轰吗？好，不过我们来看到啊，其实以色列一直在说服美国来进行这个战争。那现在纽时也揭秘了当初啊是怎么样去说服川普拍板攻击伊朗的呢？就是以色列的团队去向川普保证，能够在几周内就摧毁伊朗的弹道飞弹。德黑兰政权会虚弱到无法封锁核武资，也不太可能对周边的美国资产发动反击。就连摩萨德也保证啊，说啊，在伊朗国内煽动群众抗议，配合密集的轰炸行动，可以让这个伊朗的库德族武装分子从伊拉克越境开辟地面战线，而促成伊朗反对派去推翻政权。结果呢，以色列的这个完美计划呢，显然现在是没有发生的。而那个时候啊，内阁中最重要的鹰派就是所谓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了。而国务卿卢比欧呢，比较倾向极限施压而非全面开战，但是他没有强烈的劝阻川普。于是最后呢，鹰派的赫格塞斯他的论调获得了川普的青睐，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而到现在，停火协议呢，黎巴嫩还是成为了最终的牺牲吗？我们来请教岳老师。赖老师，我们看到纽时的这个报道，我们就清楚的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伊朗内部的游行抗议示威的活动中，原来是跟外国的敌对势力有相当深的勾连，也就是不但跟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有相当深的勾连，那这些人就是叛国贼。也就是他跟以色列的跟伊朗的传统敌人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勾结，有这样一个勾连，然后要推翻他们的政权，等于是要推翻他们的国家，这些人变成叛徒。那他们使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去逮捕这些抗议示威的人，他们给他们惩罚变成具有正当性了。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害怕而恐惧的事。原来伊朗内部里面的这些可能原本只是在旁边这个旁观，也可能只是被这个动员，然后走进去也不知道是非黑白，就是反正抗议不满物价这么高的人，他们都变成叛徒了。
这个是坦白说很严肃的事。原来是摩萨德、以色列还有美国 CIA 等这些组织在伊朗的内部里面进行活动，这个就印证了我们看到在很多地方，不管在香港或是甚至在台湾马英九时期里面，有很多的社会运动，我们都不能排除它跟 CIA 跟外国的势力有勾连，然后来要推翻或者是要使当时的这个领导的治理产生了这样的那样的一个困扰，甚至包括埃克法的反对等等，我们都思考在内，就是太可怕了。原来外国的势力都深入到这么多地方里面，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好，现在大家在问的是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这样狂轰猛炸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而且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其实我们都知道，法国的总统是绝对反对这个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占领南部地区。西班牙也强烈的反对以色列继续攻打这个黎巴嫩。所以欧洲大国都反对以色列干这个事，但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肆无忌惮的做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得到这个川普的默许，川普的首肯，所以等于是川普搞两面手法，一方面跟伊朗说，包括这个黎巴嫩在内，二方面就告诉这以色列说你去做吧。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被内塔尼亚胡半出卖。以色列在他的内部里面受到反对党猛烈的攻击，因为反对党非常严厉的质疑说，你跟美国是联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现在是美国单方面要寻求跟伊朗的停战，要磨合，那你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办法参与？你是不是一个发动战争者，但是磨合就没有你的份了？那这样的话，内塔尼亚胡被质疑、被攻击，说所有的政治责任你要负。那如果说这个美国跟伊朗谈好了，和平了，停战了，美军撤走了，那内塔尼亚胡就要为战争的结果要负责任来，他要下台一鞠躬，他下台的那一天可能就要进监牢的那一天了。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跟他的团队来讲，怎么巩固住自己的领导地位，怎么巩固住自己不要被送到监牢里面去，当然要发动更猛烈的对于黎巴嫩的攻击，这就平民百姓无辜人就这样被屠杀了。无辜人这样被屠杀，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国际社会可以坐视不管吗？欧美的国家可以坐视不管吗？平常高喊人权、道德、正义，不是都是你们吗？到现在你们还不出手吗？结果如果是伊朗出手的话，那请问谈判是不是要破裂？因为伊朗一出手，你美国要不要帮以色列？如果你美国一帮，那不是和平协议就撕毁了？还没谈就撕毁了，或者还在谈中又打起来了，那不是第三次被骗？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目前来讲，局势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乱。好，所以现在为了纳坦雅胡个人的政治生命，以色列、美国甚至整个全球都被赔进去了吗？请教盛峰委员。是，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我想，包括今天川普本人也清楚，就是他被纳坦雅胡骗了，而纳坦雅胡骗了他，既不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个人的权位。大家都晓得，假如没有这几场战争，纳坦雅胡早就下台了。所以我认为这一场战争到最后发展也会有一个结果，纳坦雅胡一定会要被陪葬进去，因为把纳坦雅胡搞下台，以色列不会亡国，只是换了另外一个总理而已。这个机会的产生非常的大。那为什么？因为我还是要把它拉到民主政治的选举里，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选举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嘛。其中选举摆在那里，各位都还记得当时川普在选举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我是美国自谁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总统。”他讲他是和平的总统。现在被纳坦雅胡叫去陪亡然后呢，怎么样子让自己变成战争的总统？这个战争的总统，他不急着赶快把他洗刷，然后变成你看我是创造和平的人，所以台湾你要小心哦，因为台湾会被他拿去卖，然后说他创造了台海的和平，非常有机会，不要忘了因为他选举才是他生命的一切。那么在这一个情境里，我们来看看这一场仗这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希望真的不了解
另外一个伊斯兰的文化来创建的。当时纳坦雅胡来说服川普，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一打，那么伊朗垮了，然后把他的最高领导人给杀了，这样子伊朗就一定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大概这样是一个设想，这显然都是没有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日本当年打中国一样，他说中国的文盲这么多，我只要一进去一打，中国人当然就投降了嘛，怎么可能会跟我抗战呢？他忘了这是一个有历史的民族，虽然是不认识的人非常的多，这个文盲非常的多，但是他的文化里面告诉他，不论是戏剧、说书、演绎，所有的一切告诉他，做一个人就必须要怎么样子，忠孝节义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他的对象的什叶派啊，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他面对的问题是，当他会妥协的时候，有希望的时候，就他是会选择妥协。可是当他绝望的时候，他会坚持到最后一秒钟。这一场战争里啊，最大的痛点就是让伊朗觉得他绝望了，所以他不会妥协。现在为什么和谈又有希望了？因为让他觉得有希望了，他就会妥协。不过川普说这个和平协议里面不包括黎巴嫩，这算不算又是被以色列给拉进去呢？请教聂老师。哎呀，这使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在美国读的第一个硕士，我 N 个硕士的第一个跟我做土木系做研究的人，他是黎巴嫩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当他后来嫁给我另外一个教授同学，是台湾人，他嫁给他现在情况如何，我还真的不知道，很关心黎巴嫩这位同学。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在分析伊朗大家都知道，他有所谓的代理人。那么之前呢，川普要的除了核铀的问题，还有导弹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能再支你的代理人。这里面包括不管是胡塞组织、真主党，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哈马斯，那当然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就是他的手和脚。川普呢，先把伊朗的头他认为这个几个这个领导中心先就干掉之后，认为这个人可能走不动路了，就活不下去。没有想到这个伊朗呢，其实大到它只是其中脑部的一部分，它的整个领导中心呢都还是非常多，就是去中心化了。然后他的整个身体强健，川普说我会把你打回石器时代，要毁坏他的身体。可是你知道吗？他抵抗到底，他认为他身体够坚实跟你抗争，但重点是他有他的手脚。那这次的黎巴嫩就是他的手，因此伊朗这次呢，一定是非常的不爽，而且呢，这个和谈绝对就不可能延续下去。这是这次破坏和谈最主要一部分，你怎么可能就突然突袭黎巴嫩呢？再来讲到以色列这一次很奇怪，才和谈就杀红眼，你不觉得非常不明智吗？第一个，虽然这个和谈条件这10条有点模糊了，讲不好听，黎巴嫩包不包括，基本上。你不能打的和谈就是和谈，不管是他自己本身伊朗，或者他的手边的手和脚，他的这个代理人，就是不该打，不该在这个时候打。第二个，这时候你一打，周边的国家会怎么看你？你看伊拉克的民兵都出来讲话了，你太糟糕了，怎么就打下去呢？第二个呢，国际的盟友呢，一定冷眼旁观，说这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世界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第三个，说不好听，从人道、从人权来讲。你随便就突袭这么多的战机过去，死掉254位，又1000人受伤，这样的不人道，你看得过去吗？最后一个，我跟你讲，冤冤相报，反击必来嘛。所以黎巴嫩的这个军人一定就会反击，不管他的实力有多大。我觉得以色列打黎巴嫩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黎巴嫩就在以色列的北边，很容易袭击，很容易进攻。他今天要谈和谈，他有点不爽了。川普你怎么就我虽然是小弟，你就跟他和谈，我们不可以接受。可是我们军力已经准备好，你就和谈不行，那打谁？打北边的黎巴嫩就真的就打下去，这是他的做法。我现在最后一个要讲的很好玩两家世仇，后来开始慢慢想和谈，不管心中怎么想，就是要和谈。就小孩子自己家小孩又跑出去把对方要和谈的小孩子打了一顿，甚至把他杀了。请问一下，爸爸要怎么对小孩？哎呀！你怎么随便打人？你怎么随便杀人？糟糕，还跟人家才谈好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会发觉那张有一张相片，那个之前那个，川普跟纳坦雅胡实在太好了，他太爱这个孩子了，竟然帮他解说黎巴嫩的这个问题没有在和谈里面，所以这屠杀的意思就是说屠杀254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应该的吗？请问这和平奖你拿得到吗？这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还出现一个 Hegseth 也是很奇怪，这个人以前还没那么鹰派。他现在跟鹰派就是完全学川普，他是完全中心内阁，
他现在所做的是喊大喊狠，你没有发现他所讲的话都是在依照川普的版本在做，因为川普在喊的时候，世界的人已经不太听了。现在赫克塞斯啊，可能是川普叫他就照我的意思去喊，该打就打，因为我讲的话好像大家开始要攻击我了，所以赫克塞斯你会发现他现在很多类似川普的动作。好，所以现在可以知道啊，不仅没有停火，而且战火还烧向了大家的钱包，因为现在能源设施都成为了攻击目标。好，来看到伊朗媒体称啊，在宣布停火的数小时之后呢，会在波斯湾内拉凡岛上的一座炼油厂啊遭到了敌方攻击。不过呢，他说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好，停火之后啊，伊朗炼油厂爆炸了，德黑兰指控阿联动手。所以呢，他们也要发动回击。他们回击什么呢？回击波斯湾的3国设施，包括了阿联、科威特还有巴林境内目标，都成为革命卫队发射飞弹报复的对象。好，不仅如此啊，现在呢，伊朗还突袭了什么沙国的油管呢？油管都被突袭了，这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好，因为这一条连接了沙国东部油管还有这个红海盐步港的输油管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荷姆兹封锁的时候，至少油可以从这边过。结果现在这条输油管也在攻击中遭到了波及，而且伊朗呢也非常的狠哦，他就说，你不要说荷姆兹可以过，我们真的有在这里去部署反舰水雷哦。所以伊朗现在还公布了这个安全航路图，说啊，你来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啊，避免触雷。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说战争真的不会影响到能源吗？所以川普一个头2个大，干脆把气出在哪里？出在盟友身上。他又再度发文去轰北约了，说呢，北约过去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不在，那未来我们再次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在。还暗示说，我还记得格陵兰的事情哦，真的是又另辟战场了。但是啊，这个川普啊，带领着美军去走向战争，现在甚至走向毁灭吗？有一名美国4星上将啊，在被排长之后呢，吐露真言了。好，这一名这个4星上将呢，他辞去上将的职务之后立即退休，但是他走到同事面前，留下几乎绝望的临别赠言，说什么？一个疯子将带领伟大的美国军队走下毁灭。这个话一出啊，是全场死寂的。川普这带领美国，甚至把全世界给拖向毁灭。那这个时候，中国在干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啊，中国外交部就说呢，这个外长王毅呢，先后啊跟伊朗啊、以色列等国通话了26次，中东问题特使呢也到该地区来穿梭斡旋，甚至伊朗官员也证实了，说呢，就是因为北京施压，所以伊朗才去接受与美国的停火协议。伊朗官员称啊，伊朗会接受由巴基斯坦斡旋2周停火的协议呢，是在巴基斯坦的外交努力以及中国在最后时刻的催促下做出的。而且伊朗的驻陆大使也说呢，希望啊大陆呢能够在该地区和平安全的成为一个安全保障者之一。至于啊，中国是不是给了伊朗什么样的安全承诺，所以才愿意去进行停火协议呢？纽时报道说，有3名伊朗的官员透露，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前呢，巴基斯坦曾经展开密集的外交斡旋，而中国也在最后时刻出面介入。外界也非常关注啊，说是不是中国有给伊朗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呢？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始终是保持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不做霸主，只做斡旋者。但是啊，相较川普而言，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稳定力量的一个代表呢？我们先来请教李胜峰委员。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呢搭了一个最好的舞台啊，然后给中国好好的来演出。所以台湾一句话讲，没搭台都要上台啊，何况搭了台不上台。偏中国能够在中东能够发挥这样的角色，是美国一手促成的。所以我常常讲，这一场美伊战争是美国搞乱了世界，搞垮了自己搞惨了盟邦但是呢，搞大了中国。那所以在这里呢，就产生了另外第2个力道出现了，那就是过去杨格的长训所建立的
海权来掌控世界的历史呢？也因为这一场战争，也因为中国角色的经营呢，我们发现呢，它巩固了陆权的这个地缘。从一个角度来看呢，为什么中国这一次好整以暇可以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以荷姆斯海峡的封锁，照道理讲，以中国这样的生产力啊，荷姆斯海峡封锁应该要很紧张。可是你会发现，大概这一次最不紧张的是中国大陆。为什么不紧张？日本紧张，台湾紧张，韩国紧张，亚洲的国家大部分都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面，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他让原油的来源多元化。第二个，他让原油输进的管道也多元化。他利用了什么特点？就利用了地缘政治啊这一个陆权的特点。这个多元化的本身是来自于用这个陆权的特色。我再举一个例子来看，这个特色呢也跟这一场战争之所以伊朗能撑到今天呢很大的关系。伊朗的油透过荷姆斯海峡卖以外，它很重要，它透过了铁路的运输，有3条线每天正在输送油给中国大陆啊。那中国大陆呢，去是载物资给伊朗，然后回来是载油，这个呢回到中国大陆。所以伊朗现在跟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的打仗一样啊，它不缺民生产品，因为有个世界工厂在供应给他。因此这一些等等，你看战争对中国的能源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战争却让他提供了伊朗在经济的收入，以及在民生原料，甚至在战略物资的供给上，可以提供他很好的条件。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受伤最少，潜力这个稳固的力量最大，然后在这里互补的角色最强。再过来看整个的海湾的国家，海湾国家里面，各位我们都一直在讲中医，其实中国跟海湾国家的关系那更是密切。你不要说什么说以沙特阿拉伯好了，美国这中国大陆在沙特阿拉伯2个特色，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贸易额啊，是用1000亿做单位的1000亿美元，然后呢，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不断的在加大，而且是等于现在中国大陆的对外投资最大的一个国家之一，整个的海湾国家。好，在这样的情境，我们就可以发现了，他当然希望整个中东要和，把美国被骗，希望用霸道展现权力；中国希望要和，展现他的国力，累积他的国力。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我刚才一直讲的，美国制造了一个舞台，让中国去做最好的表演。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现在伊朗战争还没打完，又要开新战场去跟北约交战了吗？请教赖老师。川普一直在对北约不满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川普的干儿子吕特啊，不断的去巴结这个川普啊，巴结到那个他的欧洲的盟友都看不下去了，觉得太谄媚了，太丢欧洲人的脸了。但是我想这个人有他的生存之道，反正就是极尽本能的去讨好川普。但是问题是在于他是北约的秘书长，而川普对于北约的这样的一种不满，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直接羞辱北约，也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位秘书长是竟然如此没有格调，坦白说真的是丢脸丢死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北约的规定是防卫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武力是在我们的盟国被攻击、被侵略的时候，我们要集体来保护它，跟它去抵抗外来的侵略。这是它的第5条写得很明明白白，也就是在防卫的过程中，它才能够使用军事。可是川普是主动侵略伊朗，他不是防卫，他不能启动第5条，所以北约本身没有义务要去跟美国去攻打伊朗，这是第一点，完全没有义务，而且他也不能攻打。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直接违反北约的精神。
因为他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跟安理会的通过都没有，而且美国的川普也违反他的国内法律，因为他不能够先斩后奏，他是先发动战争以后才要国会去追认，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战争权是在国会手中，他要先经过国会批准。现在你看，如果国会一直不批准的话，那他必须要停止他的对外用武，也就是到4月底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不能够再驻军了，不能够派兵了，军队都要撤回来。所以他违国内法，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的安理会，也违反北约的规定。他怎么可以去强迫北约要跟他一起打仗？所以北约不跟他一起是正确的，更何况北约的国家内部里面看到川普这样的一个违法胡作非为，如果他的国家的人跟着川普去打伊朗，他也要准备下台。他的国内的政党，不管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会要他下台。那你想想看，怎么会有道理呢？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威胁说他要撤出北约，他做不到，因为他撤出北约权力不在总统，而是在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国会已经摆明了不会同意，所以他撤不出北约。现在他要撒娇了，他撒娇说不支持我的国家，我就要把我的军队撤出去。那他就只能够跑去东欧，跑去爱沙尼亚跟立陶宛。但是问题是，他靠近俄罗斯边界的时候，普丁会跟他翻脸哦，所以我相信他也不敢去。而且川普现在又说了，你们不支持我，我要给你课关税，但是他自己的关税还被判违法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真的。这场战争会怎么发展？我们请教聂老师。好，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到底伊朗他有错吗？他错在哪里？为什么要被打？第一个，我看到他所谈的所有的和平谈判里面，最重要的都一直在强调，他们其实要的是和平，就是不要被侵犯，而且永不再被侵犯，甚至希望有人家保证。他为什么要其他国家来保证呢？因为他知道，我如果跟你和谈，那可能是暂时的，因为美国很多人都讲过，这都是暂时的。因为今天我跟你和谈了，哪一天你美国拿不到你要的东西，你还是会打我，你还是会配合帮以色列打我，所以他要的是永久保证不被打。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嘛，他只是为了要自己能够保护自己，去研发，或许我看有错误啊，研发他的自己的这个核的发展，就跟中国以前讲说只要核子不要裤子有一样的道理嘛。他保护自己要维稳他的未来，他有很大的错吗？他到底为什么要被打？